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将参加下个月与对手哈里斯的辩论，这将是两人首次面对面交锋。当地时间27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同意于9月10号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参加美国广播公司举办的电视辩论。届时，他将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正式对垒。若相关安排达成，这将是哈里斯接棒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二人首次面对面交锋。特朗普表示，此次辩论的规则将与上一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举办的其与拜登的辩论规则相同。两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将在整个辩论期间保持静音，除非轮到候选人发言，且全程没有演播室观众。特朗普对这场辩论的态度在24小时内发生180度大转变。就在1天前，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美国广播公司存在偏见。I want to have a fair debate. And you know, they can ask me tough questions. I don't mind. I think I've heard them all from you. I hear them every day. But I think it's very unfair. 此前，对于麦克风静音安排，哈里斯团队存在异议，认为应该全程开麦，让两位候选人能够随时插话。在与特朗普当面舌战之前，哈里斯将在29号与竞选搭档沃尔兹亮相摇摆州佐治亚州，并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访问，预计将进一步阐述其政纲。哈里斯目前在美国多项全国性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基本与特朗普持平，民调支持率平均值的领先优势在1.5个百分点左右，而在多个摇摆州，哈里斯也保持微弱优势。然而，大选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在距离投票日不到3个月之际，两名前民主党人转投特朗普阵营，包括曾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小罗伯特·肯尼迪和民主党籍前众议员加巴德。现年70岁的小肯尼迪是已故美国前司法部长、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之子，伯父则是1963年遇刺身亡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尽管小肯尼迪出身民主党名门望族，但近年他在民主党内部的民意支持率并不高，反而在支持共和党的选民群体中更受欢迎。去年10月，小肯尼迪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争夺，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本月23号，他正式宣布暂停竞选活动，转而支持特朗普。In my heart, I no longer believe that I have a realistic path to electoral victory. I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有分析认为，小肯尼迪的突然退选对今年美国大选的整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自身支持者将会被分散，将有超过1半的人转向特朗普，而只有约1/4会转向哈里斯。这表明，小肯尼迪退出选举，特朗普或能在一些关键摇摆州实现逆转。It's slightly helpful to Donald Trump.But I think overall, this is going to be a close race between the two candidates, the two parties. 另一位被特朗普收入麾下的民主党籍前众议院议员加巴德，也于当地时间26号在底特律公开为特朗普站台。Today, as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us facing multiple wars on multiple front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Thi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m committed to doing all that I can to send President Trump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27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率领此行的是该联盟会长、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作为日本执政党内在任时间最长的前2号人物，二阶俊博是著名的知华派，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8月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二阶俊博。赵乐际表示，中日4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和平、友好、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中日经济利益和产业链深度交融，双方完全有条件，也应加强合作，相互成就。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欢迎包括日本国会议员在内的日方各界朋友多到中国参访，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二阶俊博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希望推进日中民间交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愿为促进日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此前一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北京会见了二阶俊博率领的访华团。刘建超表示，当前中日关系处于关键阶段，希望双方加强全局性、战略性沟通与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二阶俊博表示，此次时隔5年再次来华访问，也是他就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以来首次访华，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同中方深入对话，推动两国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为深化两国政治、经贸、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和解决矛盾分歧创造条件。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其实刘建超部长访日期间也曾专门与二阶俊博举行了会谈，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与日本自民党，特别是党内高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这个其实也能体现出我们中方对于这个日本友华势力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和支持。二阶俊博一行是近2个月来第3个访华的日本高级别代表团，也是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时隔5年再次访问中国。访华团成员还包括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以及立宪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等10名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也在北京会见了二阶俊博一行。行前，日本共同社分析称，因应局势变化，近年来中日官方对话渠道狭窄，难以进行危机管理。当前两国间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导致的中国进口限制及签证政策变动等。日本经济新闻称，希望能以议员外交为立足点，重新拓展与中方对话的渠道，推动解决两国问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在27号的记者会上提及此次访华行程，强调去年中日双方重申战略互惠关系，并致力于建立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稳定关系，希望借此加强两国间的交流与沟通。通过这样的一个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形式呢，涵盖了日本的朝野不同政党，我觉得也有助于日本政党这个之间吧凝聚一种就是说对华的认知和共识，同时呢也有助于我们中方了解日本执政党包括在野党在一些这种对华问题上的一些这种立场和看法。二阶俊博27号抵京后，先是来到清华大学访问。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一路搀扶二阶俊博走向会议室，双方落座交流。现场画面显示，二阶俊博虽然行动稍显蹒跚，但精神状态依然矍铄。他在发言中回顾起过去多年的访华经历，表示自己始終致力於日中兩國的世代友好。2015年の訪中の時に、習近平主席自らが私たちに対するスピーチで述べられた一節、先人が木を植え、後人が木の陰で涼むに深い感銘を受け、今回特に希望して私たちはこの地にこのゆかりの木を植え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世々代々での日中友好を願い、心を込めて植樹を実現したいと思います。二阶俊博一行随后在清华大学校园内种下象征中日友谊和和平的樱花树苗，寄托对两国关系的良好祝愿。二阶俊博还提到，今年9月，日方将接待来自清华大学100位学生的访日代表团，希望两国青少年能增进交流与相互理解。在日本自民党即将举行选举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受到广泛关注。当前中日关系处在相对低潮阶段，日本政界担心，如果对华关系继续恶化，将对其国内经济、政治各方面带来较大负面影响。据披露，作为日本政坛资深知华派代表，二阶俊博也被日本政府赋予了进一步对华沟通的特殊使命和期待。然而有观察指，日本当前整体对外政策随美起舞，其上月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中保留了去年视中国为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挑战的定位，首次警告中国军事活动增加或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则是其对华态度的鲜明体现。